欢迎光临杂学咖啡馆，我是读万卷书板块的说书人 K。今天的话题是关于《水浒传》。如果您对水浒有所了解，一定知道这是一群好汉落草为寇、聚义梁山的故事。不过，这只是故事的明线，整个故事其实还有一条暗线，那就是一个王朝是如何崩溃的。水浒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，但是它不能脱离史实。像《水浒》这样的小说，也必须要借助历史的背景板，才能看清其中潜藏的深意。我们今天就要还原小说背后真实的历史背景。首先给您推荐一本书，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先生所著的《水浒传》虚构中的史实。在这本书里，有我们今天的所有答案。水浒是通过虚构来描写史实，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水浒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片段，通过虚构把它提炼成一系列问题，比如在昏君当道的乱世下，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，以及在这种环境下，忠义仁孝这些传统道德还有效吗？等等。整部小说其实就是在追问这些问题。在历史上，宋徽宗喜欢文玩艺术，他即位不久就派亲信童贯去杭州搜罗古董书画。童贯在这里又遇到了正失意的蔡京。由于蔡京很懂这些文人的玩意儿，童贯正好请蔡京来当顾问，相当于给宋徽宗做买手。徽宗对买回来的东西很满意，童贯也没有独享功劳，举荐了蔡京。这两个人开始结盟，互相帮持，博取宋徽宗的宠幸。蔡京从此平步青云，一路当上了宰相，任期长达17年。蔡京等人在历史上的两大罪状是结党营私和造成北宋的财政危机。结党营私导致了朝廷官员的选拔机制溃烂，几年下来，从上到下的官吏遍布昏庸无能之辈，让国家机器直接失速，效率变得极其低缓。而且蔡京和童贯这些佞臣为了讨皇上欢心，让宋徽宗这位浪费天子的骄奢淫逸变本加厉。比如宋徽宗喜欢花园，他们就从全国各地征集奇石花木，历史上叫花石纲，纲是货物的意思。据说搬运太湖石的时候，为了不破坏它的形状，要先用胶把石头上的洞穴和凹陷都填满，然后封一层粘土，用麻绳捆好，等粘土干了就装车运送。送到汴梁之后，再把石头放到水里，让土化开，这样能得到完好的奇石。你想想，要运满一整座皇家花园的石头，得用多少钱，用多少劳动力？当时有很多大臣表示反对。徽宗问蔡京的意见，蔡京说：“陛下的爱好无伤大雅，只不过取几块普通的石头赏玩而已。臣认为这丝毫不会给百姓造成困扰。”类似这样的话，只是蔡京迎合皇上，说了他爱听的而已。可现实中，百姓对宋徽宗在民间征集石头花木这类不顾百姓死活、劳民伤财的事儿，可谓是恨之入骨。这就是宫崎先生在书里为我们还原的水浒真实的历史背景。理解了这个背景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说，因为水浒故事发生的契机就是真实的历史中北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。比如水浒故事有一个很具体的历史原型，梁山的首领宋江。北宋确实有一个叫宋江的人，曾统领36个盗匪，在山东地区作乱。他们的故事经过说书、戏曲等文学改编，先成了一部叫《宣和遗事》的历史小说，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《水浒传》。而事实上，北宋还有另一个奉旨讨伐方腊的大将军宋江。宫崎先生经过一番考证，证明了这两个宋江肯定不是一个人。就拿时间线来说，4月还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大将军宋江，怎么可能在1个月后突然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呢？然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，又被朝廷生擒，紧接着又回到前线打仗去了，这不合情理。那么明明是2个宋江，怎么就在小说里变成了1个人呢？说来也挺有意思，宋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在当时的史书上却只有这2个人重名，再加上草寇宋江战败归降，自然就有戴罪立功的可能。由于在逻辑上有这种先天的自洽，所以2段故事就有了一个合适的接口。于是有人就妄自揣度，把这2个宋江的故事合并，变成了官场小吏落草为寇，归降朝廷，戴罪立功，最终身死。
这样的剧情会更加跌宕和吸引观众。不仅是宋江、梁山这108位江湖好汉，大多都是普通军官、商人和市民，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遭受了不白之冤，或者走投无路了，才被逼上梁山。最典型的就是林冲，自己的老婆被高干子弟看上，最终被陷害。林冲知道真相之后，一气之下杀死了官差，走投无路，连夜上了梁山。还比如晁盖本来是个大财主，卢俊义是个富商，他们代表的就是商人阶层。这群人虽然不是盗匪，但是江湖人士走投无路了，他们也会仗义疏财，可以说是处在朝廷和江湖之间的灰色地带。如果世道好，他们当然会好好做生意，完全没必要铤而走险。可当这群人从灰色地带被逼到了黑色地带，只能说明正道不好走了，他们也不得不走上邪道。这其实是很可怕的现象，这表示原本稳定的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。包括被梁山剿灭的方腊也是如此。宫崎先生在研究中发现，历史中方腊反叛的社会原因就是北宋开始形成的商人组织。北宋政府对盐酒茶这些商品实行专营，赚取高额利润来补贴财政亏损。盐酒茶卖得贵了，自然就有人铤而走险，私下买卖。宫崎先生在史料中发现，方腊就是私营盐茶的商贩，而且方腊打下的地方跟当时浙江盐贩地下活动的范围也是一致的。可以推断，方腊的反叛有可能是得到了盐商集团的支持。而且由于方腊叛乱发生在江南，这里本是朝廷金库的坚实后盾，可这一折腾，除了财物的损失，江南地区一下失去了200万人口，对本就亏空的北宋朝廷来说更是雪上加霜。不久之后，在北宋遭到金人的攻击时，终于维持不下去了。所以古人总结梁山聚义的契机可以归结为一点，就是乱子上作。水浒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，宋徽宗昏庸，管不好这个国家，还任用了一堆和他一样饭桶的大臣和奸臣，最终造成了北宋王朝的覆灭。或者说，上层朝廷的混乱和不作为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，下层的百姓才会最终犯上作乱，自立山头。而这种内乱又产生了巨大的国家内耗，在有外力入侵的时候，一个庞大的王朝终于轰然倒塌，这就是开头所说的王朝崩溃那条暗线。除了上述内容之外，宫崎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对围绕小说的各种公案都进行了解读。他讲水浒最大的价值是提供了一种外部视角，让你跳出小说的故事情节，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理解它。小说的价值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提出问题。通过作者的妙笔，把你带入情境，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下，你如果是局中人，该如何自处？接受招安，还是继续替天行道，其实都是一种选择。小说只是把这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，答案需要在阅读过程中去自己寻找。鉴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再详说了。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通读原书，来自宫崎市定先生所著的《水浒传》虚构中的史实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并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